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呢，我們要來拆解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AI 的隱藏成本。我們不談那些科幻電影裡面的末日情節，而是要真正深入的去分析 AI 這項技術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已經對我們的世界造成了哪些具體而且深遠的衝擊。每次我們一聊到 AI， 媒體跟社群上最常看到，也最愛問的，往往就是這個有點聳動的問題 ：AI 到底會不會有自我意識？會不會引發世界末日？老實說，這種討論確實很吸引眼球，也反映了我們對未知科技的一種深層焦慮。不過，這種過度聚焦在遙遠未來的生存風險，其實也形成了一種障眼法。好，我們把焦點轉過來。身為一個分析師，我認為，與其去猜測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不如務實的來檢視已經發生的事實。所以，今天我們真正要問的問題是，AI 這項技術現在的發展模式，已經在用哪些具體的方式，對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創作生態，甚至是我們的社會公平，造成了實際的衝擊。這才是我們現在就必須立刻面對的現實。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一個關鍵點 ：AI 那些看不見的高昂代價。我們常常說 AI 存在於雲端，這個詞聽起來很輕巧、很虛擬，對吧？但這片雲的實體是建立在全球各地數以萬計由金屬、塑膠和半導體構成的資料中心之上。這些巨型的運算工廠根本就是一頭一頭耗電驚人的巨獸。你每一次跟 AI 的互動，其實都在驅動這個龐大的實體基礎設施，並且對地球產生了實際的影響。這裡有一個非常具體的數字，可以讓我們立刻理解這個代價的規模。有一個由研究人員開發，叫做 Bloom 的大型語言模型，光是訓練它一次，也就是讓它讀取海量資料、學會語言規則的這個過程，就排放了整整25噸的二氧化碳。這還不是日常運行的消耗哦，這僅僅是讓這個模型誕生的基礎成本而已。25噸的二氧化碳是什麼概念？這就相當於你開着一輛標準的汽油車，環繞我們地球整整5圈所產生的廢氣。而且這還只是 Bloom 模型，像大家更熟悉的 GPT-3，根據估算，它的碳排放量是這個數字的20倍以上，也就是超過500噸。這相當於開車環繞地球100圈，這個數字真的非常驚人。而且這個趨勢還在急速惡化。目前 AI 產業界的主流觀點是越大越好，因為更大的模型似乎能湧現出更強的能力。在過去短短5年之內，大型語言模型的規模，也就是它的參數數量，暴增了整整2000倍。你可以這樣想象，如果5年前的模型大小是1塊積木，那今天的頂級模型就是一座由2000塊積木疊起來的摩天大樓。而它的環境成本也跟着水漲潮高，形成了一場沒有盡頭的軍備競賽。那麼，這一些 AI 模型是用什麼當作養分來學習的呢？答案是，幾乎是整個公開的網際網路，而執行的手段就是所謂的網路爬蟲。這是一種自動化程式，就像有無數隻數位蜘蛛不知疲倦地在網路上爬行，把你我發布的文章、藝術家的作品、攝影師的照片，甚至是個人的社群貼文，全部打包下載，存進一個巨大的資料庫。這個過程往往在你毫不知情，也未經你同意的情況下發生。這就是 AI 訓練資料集的基礎，也是一切爭議的開端。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當這些被爬取的數據不再只是抽象的資料點，而是涉及到一個一個創作者的心血結晶時，整個故事就變得完全不同了。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當創作被數位吞噬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新加坡攝影師張金娜的真實經歷，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2017年，她拍攝了一張極具個人風格的照片。5年後，一幅無論在構圖、色調還是意境上都幾乎一模一樣的畫作，在盧森堡的一個藝術比賽中獲獎。張金娜提起訴訟，卻在初審的時候被法院以她的攝影作品原創性不足為由給駁回了。這對任何一個創作者來說都是毀滅性的打擊。但她沒有放棄，最終在2024年上訴成功。這場艱難的法律戰也凸顯了在 AI 時代，我們現有的版權法規正面臨多麼巨大的挑戰。張金娜的這段話，我認為非常精準地說出了許多創作者的心聲。這不只是關於一張圖片被複製，而是關於一個人的創作生涯、獨特的藝術風格和他的身份認同，被輕易的數據化，變成了機器學習的養分。而創作者本身的存在和權益，就在這個過程中被完全抹殺。這是一種非常深刻的非人化體驗。另一位美國藝術家 Kelly McKernan， 他也有類似的感受。當他發現 AI 可以輕易生成和他那種獨特畫風極為相似的圖片時，他形容那種感覺非常詭異，就像是有人闖進了他的大腦，偷走了那些還在醞釀、尚未成型的想法一樣。這就證明了張金娜的經歷不是個案，而是整個創作社群所面臨的普遍性威脅。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機器內部的偏見。AI 模型本身其實沒有任何意圖，它就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統計學工具。但問題出在哪兒？問題在於它學習的資料來源是我們人類社會龐大的數位足跡，而這些資料本身就充滿了各種根深蒂固的偏見。AI 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僅會複製這些偏見，甚至還會把它放大。在我們看 AI 的答案之前，我想先問問你一個問題：當我說出執行長這個詞的時候，你腦中第一個浮現的畫面是什麼？先記住你的答案。好，這是一個叫做 Stable Bias Explorer 的研究工具所揭露的結果。當你請 AI 畫一個執行長，它產出的圖片幾乎100%是男性，但現實世界中，男性 CEO 的比例大概是70%左右。當你請他畫護理師，絕大多數是女性，這點跟現實比較接近。但當你請他畫科學家，畫面幾乎清一色是穿着實驗白袍的白人男性。這就清楚地顯示 AI 所呈現的世界，它的刻板印象的僵化程度，甚至比我們真實的世界還要嚴重。它放大了數據中的主流模式，而忽略了多樣性。這種統計上的偏差會造成非常嚴重的真實世界後果。麻省理工的研究員 Joy Blumen-Wenning 博士就發現，許多主流的人臉辨識系統根本偵測不到他的臉，除非他戴上一個白色的面具。更可怕的是，一位名叫 Portia Woodruff 的女士，在懷孕8個月的時候，因為 AI 系統的錯誤辨識，被警方指控搶劫車輛而遭到逮捕。這些都不是未來可能發生的事，而是已經發生的，對個人造成巨大傷害的系統失靈事件。面對這些嚴峻的挑戰，創作者和技術專家們並沒有坐以待斃。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這場正在進行中的反擊戰。他們不只是在抗議，更是在積極地開發工具、建立平台，試圖打造一個更以人為本的數位未來。這是一套正在快速成型的防禦工具組。首先，有像 Have I Been Trained 這樣的網站，它就像一個搜尋引擎，讓創作者可以去查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被用在主流的 AI 數據集裡了。再來，有像 Glaze 這樣的軟體，它可以用技術手段來保護藝術家的風格。與此同時，新的品牌也正在崛起，例如 Kara， 它從創立之初就以保護創作者、反對 AI 爬取為核心價值。當然，還有最直接的法律行動，透過集體訴訟，要求大型 AI 公司為他們的數據使用行為負責。這個 Glaze 工具的運作方式非常聰明，它基本上是一種用演算法來對抗演算法的策略。藝術家完成作品後，把數位圖檔放進 Glaze 軟體處理，這個軟體會對圖片的像素進行非常細微、人眼幾乎無法察覺的調整。
但是對於負責分析圖像風格的 AI 模型來說，這些調整會讓它完全混淆，沒辦法從中學到藝術家的獨特風格。這就像是為你的藝術風格穿上了一件數位的隱形斗篷，讓 AI 沒有辦法輕易模仿。那這場反擊的力量有多大呢？這裡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市場信號。當 Meta 公司宣布要拿 Instagram 上面的用戶公開資料去訓練自家 AI 時，引發了創作者社群大規模的出走潮。在短短幾天之內，數十萬名藝術家和使用者集體從 Instagram 轉移到由攝影師張金娜所創立的平台 Kara。這是一次非常強而有力的集體行動，證明了創作者們正在用他們的選擇為一個更尊重版權的網絡生態投票。講到這裡，我們來總結一下前方的道路。很明顯，我們正處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我們現在做出的集體決定，不管是法律上的、技術上的，還是市場上的，都將會深刻地塑造 AI 的未來。這就像一句話說的，我們是一邊走一邊建造這條路，沒有現成的藍圖，規則正在被即時書寫。AI 研究員 Sasha Lucchioni 的這句話完美總結了我們今天討論的核心。與其過度擔憂那些遙遠的科幻式的末日情節，不如把我們的精力集中在解決當下真實存在的環境破壞、版權侵犯和數據偏見的問題。這些才是我們現在就必須動手解決的非常具體的工作。未來的道路大致可以歸結為兩種可能性。一條路是由少數幾家科技巨頭來定義的未來，他們的目標主要是技術的快速迭代和商業利潤的最大化；而另一條路，則是由我們每一個人的集體選擇和行動所共同塑造的未來，一個更強調公平、可持續，並且尊重人性的未來。AI 的走向並非命中注定，它正在被各方力量積極地爭奪和塑造當中。最後，我想留下一個問題讓大家深入思考。現在已經有研究指出，如果 AI 未來的學習對象有越來越多是來自它自己或者其他 AI 所生成的內容，那麼整個系統將會陷入一種模型崩潰的狀態，也就是不斷地學習自己過去的複製品，導致內容變得越來越空洞，越來越單一。到那個時候，如果我們放任了原創的人類創作被取代，還有誰能夠教導 AI 什麼是真正的創造力，什麼又是真正的人性？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深入分析了 AI 在光鮮亮麗的表面下隱藏的三大成本。第一是驚人的環境代價，訓練 AI 消耗大量能源並產生巨量碳排，這是一場資源密集的競賽。第二是對創作者權益的吞噬，透過無差別的網絡爬蟲，大量原創作品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成為 AI 模型的養分，引發了嚴重的版權衝突。第三是機器內部的偏見被放大， AI 不僅複製，甚至強化了社會的刻板印象，造成了真實世界的傷害。但我們也看到，創作者社群正透過法律訴訟和創新的科技工具，積極地展開反擊。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